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连加半月班，搞定了个大项目，老婆却嫌恶地捂着鼻子躲远了，臭烘烘的。你刚从垃圾堆回来啊，连钱都赚不到的废物，要你有什么用？你怎么不死外面？后来看了手机里的消息，我才知道他原来早跪舔了上司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年前的时候和老婆商量备孕要孩子，她说家里要钱没钱，要房没房的，哪里要得起孩子？我咬咬牙，只是紧了裤腰带，多在公司起早贪黑的加班，指望年终奖多些。可她只看到我不着家，身材发福油腻男，用这些伤人的话贬低我。这西装套你身上像地摊销售，你有点自知之明不？他瞅着我一眼，鼻子哼了声。我们公司聚会你就别添乱了，谁会带家属？我愣住，前一阵加班的凶，看到他抱着手机打字，见我瞧他，随口提了句老板说让我们带家属聚餐。我想起来，他笑得开心又失落的样子，只当他委屈。知道我累，便从不提这些事。想着我心里愧疚，便特意加班挤出来假期。我同事另一半不是小奶狗，就是温柔有钱的。你呢？一天天不着家，忙着工作，忙到头，也没见多3瓜2枣的钱。看看你，不打扮不锻炼，你让我怎么带得出手？是诚心叫他们笑话我吗？他看我傻呆呆看着他，住了口，眼神有些躲闪，声音渐渐弱下来。我也不是想找事。他坐沙发呜咽起来，说：“你知道他们怎么说我的吗？背后蛐人的，让我很难堪。我什么都比不上人家，什么都比不上。”我嘴动了动，像是被胶水糊住了，耳边只有他嚎啕的哭声，很大很空。他不知道，我手机亮了下，出现了他和上司的视频。他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不想让他们看笑话，也不想让你被他们审判。”他说：“我是爱你的。”他说：“老公，等我回来。”他梨花带雨的脸上，眼睛有些亮，鼻尖有些红，和我视频里情事后的潋滟春光有几分像。走时，他很温柔地亲了我一口，一触即离的冰凉柔软。我看了下墙上的表，下午5点。他先是哭了一场，又收拾了精致，什么也没让我说，也什么都没同我说，打扮得像精心约会。他很欢愉的，迫不及待地出了门，波浪卷发又长又密，长发在空中甩到了我的脸上，悠悠地相砸在了脸上，又随着关门消失在空气中。他在迫不及待赴另一个男人的约。他在这片刻短短的伪装里，我分明看出了他见同事是假，聚餐是假，但聚餐中的那个人才是真。这一刻，我不由咬着后槽牙，浑身发抖。他怎么敢？剧烈的喘息，不断地克制着，可全身又不断地施压着。我的背好重，人要压趴下了。我对着镜子，看着脸上的口红印，恶狠狠地擦去。我们有房有车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只是因为要孩子，想要换套更大的更好的房子。我是男人啊，这养家糊口的重担自然该我这个男人出。毕竟真要孩子，他要坐月子，要恢复身体，还有孩子的生活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开支，我都算着呢。他不敢要孩子，是不安，我总要稳住他的心。我还想着等过阵子把项目结了，给他看看这个奖金分红，再加上存款。我猛吸了好几口气，将生活压颓的脊背给挺直了些，叫了车去了他那地方。司机小心翼翼从后视镜看我一眼，又看我一眼。我盯着他追那辆某某车牌，车接单很快，他开车慢，路上停了下，就恰好赶上了趟。兄弟，你这是追我老婆？
司机瞪大看了我一眼，嘴巴张大。啊，我看那个，你是不是把刀先放下？我急了，车开了，跟上。他脚踩油门，把我都晃了下。我慌了下，师傅，悠着点，至少没搞死那奸夫淫妇钱。我是不甘心的。车有 GPS 定位，是个酒店。到地方的时候，手机上车下去了车库。司机一把拉住了我胳膊，喊住我：兄弟，莫冲动。在我怒眼的时候，他了然诱导：你现在心里憋火，但想想你爹妈亲人，大好的人生，亲者痛，仇者快，你忍心他们跟着受罪？我没说话，就看着他。半晌，我道：我懂，但是你再不松手，我就找不到他人了。司机讪讪松开手，要不我等你。我下车就四处张望着，背后突然又传来那司机的声音。他咳嗽了下，吭哧着说：兄弟，你去那个润天酒楼，聚会的在第2层，或许有你要找的人。我诧异，他不好意思地挂了电话，笑笑看我一眼，忙严肃了神色。人脉，我有兄弟做保安的。我将信将疑，又听他道：你要是后面有请律师的，也可以找我哥们，我给你介绍人。嘿嘿，稳得赖，不骗人。我仔细打量了这个司机一眼，这四通八达的人际网可真人际。他停车后不走，冲看门的嘀咕了几句什么，就冲我摆摆手一笑。我最后手里握着张名片，没怎么折腾，就被穿着一身保安服的领着去见了个一身保洁服的大姐。那大姐口罩遮面，叫我拿了手机相册，认了认人，埋头就引着我去了2层楼。我回头又看了眼，在外头跟保安会合的司机，似乎勾肩搭背地抽着烟，在嘀咕什么。我又回头看着前面的保洁，心里慢慢静下来。许静雅没那么狂，但总归要见到她的奸夫。去他妈的！贱人！眼前的一幕比我想象的疯狂。武松端刀子剜潘金莲心时的心情，我大概是感同身受的懂了，身体发木，跟着那些蓄积在胸口的火一下子冲到了头顶，耳畔全是静，所有的声音、人声、笑声都化为了虚无。我只看见那2个人在走廊空的道上突然拥抱着热吻起来，那是有监控的，是有人看的。我疯了，他们不知廉耻，大张旗鼓，像对最亲热的嫖客与热情的妓女，酒逢甘露，紧紧缠绵，不堪入目。徐静雅，这就是你跟同事的聚会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是。他表情在一瞬间的猛后化为惊恐，欲拉扯我。当我意识到的时候，拳脚已经招呼上去了。他护着那乔总，却被我一把翁倒地上，撞在墙壁上，听到了一声剧烈的响。他哀嚎一声，惶然扑向乔总，望我怒骂道：王大川，你他妈有病吧？我有病，我头上都已经青青草原，叫人拍了视频送到眼前了。你花着我的钱给别的男人送上门，我没一刀结果了你们。确实我有病。我冷笑。他惶然地扶着乔总，怒瞪：事情不是你想的。他的话哑在了嗓子里。我晃动着刀子，手机放出来纠缠的身体，令人作呕的叫声。不是今天的。他恼怒的神情顿时凝固，乔总也变得萎靡。我确实比不上你乔总有钱、有颜、有身材，我就是一普通男人，只想努力工作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叫我媳妇能吃好住好，不为有米生计发愁。你看不上我，我若早知道你这样，能看得上你，我恶心。结婚的金银首饰，生活的生病陪伴，这些一幕幕不断地在脑海回旋。我心里真的想笑，对他好的不屑一顾，反倒不把他当回事。不要钱的情话哄得他掏心掏肺，他难堪，
你是真缺爱。小仙女的故事，往往就是爸总爱上普通的我，爸总喜欢离异的我，再升级爸总爱上离异带孩的我，现在好像都还有了爸总爱上绝经离异带孩的我。可姓乔那眼睛里藏着的东西，不是他一个女人玩得转的。有钱的男人玩女人是比谁都精明的。我呼他一巴掌，又一脚踹了他那乔总，扯着他头发拖拽到了乔总脸前。你跟这人搞上了？我瞪着他的乔总，露出半个刀把子。有刀子在，他们真怕了。乔总倏然白了脸，发抖。我仿佛在空中看到自己暴怒的像随时要舍命蹲橘子一样。可想到捉奸时我所在公司的张总发来的录音和视频，我觉得有个东西应该给你看一看。通往女人灵魂的通道是阴道，责任道德，那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睡他，我也是损失青春的好罚。后来呲呲啦啦的安静，过了会是熟悉的许静雅的声音。她说：乔总，你找我。剩下的模糊着，张总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，带着不真实感。他叹息：老王啊，王兄弟，我觉得你是个实在人，实在看不下叫这女的这么欺负。他说了好些话，我没听进去，眼中挤满了满目的不堪，放大的如同厕所蛆虫的不住扭动。恶心的骚话里，许静雅的脸变得模糊，变得狰狞，同恶臭的蛆扭在了一起。张总，我知道您的意思。那时我挂了张总的电话，呆呆地坐着，什么都在脑子过了一遍。真想做武松，揣把刀干掉奸夫淫妇，真的。但路上司机旁敲侧击的一席话，浇透了我的热血。我家里有2个老人，不知为垃圾毁了自己，忍辱掰扯他的作恶多端，还是婚姻不忠诚。乔总是玩他的，许静雅是贪婪的，还有张总的算计，最好3人非死即伤。进了医院，橘子一劳永逸。张总在做局，怪不得我老加班，还被推上了升职的位置。我闹了，不外死伤的结局，忍了。那后续便是他利用的刀。呵呵，我想笑，真是该感谢我那跟上司有一腿的老婆，侧面帮了我，还是骂这个社会的操蛋小人物，就是活该被利用。我看车窗的自己，颓废而狼狈，真是废物。砰！车被我踹砸了，视线回到瘫软在地上的乔总身上，我内心冷静的一批，同他说：乔总，你睡了我女人，公司总要脸面，也不想我把事闹大吧？不至为那点子破事弄得一身腥吧？乔总，我老婆知情识趣，放得开，玩了那么久，是不是该给些报酬呢？不然闹出去，我光脚不怕穿鞋的。你呢？金贵着呢，值吗？和我这穷命，贱命搏一场。还有你。我又调转头，对上许静雅，呵呵几声，从嗓子里挤出瘆人的笑。他害得脸失了血色，和乔上司成了对瑟瑟发抖野鸳鸯。你要干什么？杀人是犯法的。他吞了口水，哽咽的声音不住发颤。我啧2声，犯法？我弄你也是家务事，咱俩现在是夫妻。你不是老说国家法律不帮助女的，什么爱丁堡吗？你做错了事，我不离婚，我就动手，你能怎么着？我啪叽又给他一巴掌。再问，你能怎么着？他脸上红着2个巴掌印，眼泪哗的流，冲的脸上出了道痕迹，露出他假面后的皱纹，粗糙皮肤。我在乔总耳畔威胁说：我只要钱，以后我能给您守门放哨。有人说男人爱干2件事，拉良家下水，劝妓女从良。厉害的乔总拉良家下水的倍得刺激，他定心痒难耐，玩得一把好手。我笑得他心中生了痒意，又阴翳地闪了句意。他有钱惜命，
犯不上为我这贱命犯事。我瞥了眼不可置信的许静雅，哼了声：“你看，我还是和你有共同之处的。你喜欢我老婆，我也喜欢我老婆，咱们都喜欢玩同样的女人。你说的是，我们都喜欢玩同样的女人。”他道，又看向刀，问：“兄弟，你要多少？”我把怀里的合同递给了乔总，最近南城的那个单子，希望乔总松一松手。他阴沉了脸色，定定看我。我又道：“我老婆应该是给您办事的，你喜欢是她的福气。但是您要是连吃带拿，用我这穷人的钱，就是拿我的命。给钱那是敲诈勒索。您是生意人，我是小虾米，懂得都懂。我守口如瓶，我也愿意上道，就看乔总给不给这个机会。不然我老婆的手机、电脑还有你们的往来消费，可能不小心丢失了，或者我牺牲下自己，让人举着条幅，拿着喇叭上您公司，我也可把那些东西报给您对家，一些小文件给上面的人统一统，利益最是动人心。”我对他笑，他缓缓站起来，抓过合同，我签，我扶他递笔，他看了我眼，刷刷几下，看了眼他签的字，准确无误。我咧嘴笑：“乔总，日后我便为您马首是瞻了。”再低头看了眼悲愤的许静雅，杀人戳心道：“伺候好乔总。”但他呆定发怔，我重声呵斥道：“老婆，拿出你所有的本事，伺候好乔总，他是咱的财神爷。”我笑，他被话砸得回神，全身拧成麻绳的扭曲，怒骂着：“你混蛋！”却被我一下拎起来，推送给了乔总。乔总，您吃好喝好玩好。走出大门，我的身体晃了晃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这仗才刚刚开始，我怎可能叫那个贱女人和乔总好过？可我一个打工的，拿什么斗？唯有张总和乔总的夹缝里生存挑事。我第一次感谢自己的颓废与狼狈，他就像把我逼入绝境的穷横恶鬼，演绎出那种刁恶小人的诬赖恶臭。眼下这笔单子，我能提成50万。正想着，张总迫切且关怀的电话来了，知我无事，他语气带出失望，不走心的拱火：“女人吗？哎，还是那乔总不当人。”张总，您说的是？我咧嘴笑，笑完才想起来这是电话，没人瞧见的。那脸上的笑跟冻着了似的，上手揉了几把，才没了表情。刚挂了电话，铃声又响起，我忙又接了，哈巴着笑：“张总，您是又有什么事吗？”那边静了下，才小心翼翼地询问：“是打扰你工作了吗？是我妈。”我使劲眨眼，拿远了手机，看了眼，真是我妈。听着熟悉的声音，憋屈和难受，一瞬间要冲出喉咙。可我使劲眨眼，扯笑说：“哪有，妈，你咋了？妈想你了。昨晚上做梦，梦见你和人打架，我就心慌得紧，跟你打电话也没通，就一直不安着。这一听到你声音，我就放心了。川啊，你没事吧？我咋听你声音不对啊？吸烟的咽喉炎犯了吗？”我妈的问题接二连三，絮絮叨叨着。我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，听得眼泪哗哗流。我委屈啊，我难受啊，可我还得装他妈的孙子，臭孙子！川啊，你啥时候回来？这个问题叫我妈问出来后，我再也忍不住说：“妈，你儿子是不是特废物？”我妈顿了下：“你是妈命根子，川啊，妈在呢，你爹你妈还没老，能给你撑着。”我再也忍不住，匆匆挂了电话，嚎啕起来：“我叫人欺负了，我老婆给人睡了，我还忍着，我没用，我没血性，我不是男人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是啊！”那晚上，许静雅没回家，我知道她跟那乔总在酒店，不知在颠龙倒凤，还是在互相说话，我都不知道。可我心里
跟18000的蚂蚁啃食一样。我醒来的时候，不知道喝了多少的酒，头昏昏沉沉的，还呕吐了一地。睁眼就看到了那晚上送我的司机，他正拿着抹布洗车子，见我动了，抬头看一眼，醒了。早上车来车往的喇叭声有些吵，我甩甩头，又听他道：“吃个包子粥。”我又看了他一眼，想起身，晃了下，我怎么在这儿？你喝酒又哭又闹的，躺大马路上，我同你打过交道，就接你这个醉鬼喽。看我车叫你糟践的，这单你可跑不了。大兄弟，他比划着拇指，冲我笑，阳光照他身上，照得暖融融的。我也笑了笑，他好人一个，不想戳伤口，大抵是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人兄弟变四海了。事过了就过了，人活着总会遇到点难事，可生活不还得继续。他甩了甩手，抹布扔在车上。我推了他的早餐，胃里实在吃不下，还在难受。我道了声谢，又瞥向车，很是抱歉，看着应该是昨晚上吐了他一车。您的收款码，律师的事。我缓一缓，他什么都没说，笑得跟往常一样。我心里想，会背后骂我一个窝囊废、绿王八吧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要乔总和张总干起来，两个王八蛋都不是好玩意，我要好好利用他们，斗起来。再迫切想离婚的只会是许静雅。回到家，我洗了澡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净利落，焕然一新的家，备好的饭菜。大川、许静雅回来，很是心惊胆战。老婆，我对她笑得温柔和善。大川，她看着我，声音发颤，你可是我的大功臣啊，我敬你一杯。我端起酒杯，拿起筷子，率先吃了一口，给他看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谢谢你为这个家的付出。你要是早这么想得开，放得开，我就不止现在的职位了。你知道乔总多大手笔吗？那一单子可是50万啊！哈哈哈！我放声笑，笑得很是高兴，朝他有意透底。笑不出没关系，我硬是对着镜子笑了3个钟头，笑得完美无缺。他愣住，听到50万，眼睛睁大，再迟缓地意识到我说放得开，脸色倏然从苍白变得发黑。你要好好伺候好乔总，一定要讨好了乔总，送礼物也成，钱不够了跟我说啊。他眨眨眼，变色，胸口气愤地开始剧烈起伏。你，这不是你先做的吗？我抢了他的话。他狰狞震怒，我懂，把他当回事。他傲慢看不起我，把他当玩物。他愤怒不甘心，真以为小说里的万人迷吗？真要万人迷，就不是嫁给我这个普通人了。我要跟你离婚！他拍桌怒吼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笑着看他，表情慢慢一点点阴沉下来。我猛然抽了他一大嘴巴，把他打扇在地上。在他怒意和泪浆在脸上，神色再度化为恐惧时，不离婚？为什么要离婚？我看着他温柔笑：“你不要这样。”他很害怕。我怎么样了？我又笑了，怒意渐渐扭曲着。我猛然拽住他的头发，将他的藏的手拿出来，看着那个110，嘲讽地笑：“报警！你知道警察会说什么？”我手摸着他的脸，被我打红肿的脸，轻声说：“我说我老婆出轨，同上司睡了。我说我气不过打了你几巴掌，但是我还是愿意忍下，当这个冤大头，好好同你过日子。你说警察会说什么？家庭矛盾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能打人，别浪费警力了。但凡是个有血性的正常男人都忍不了的事，我偏偏要去做那乌龟绿王八。”说着，我呼吸急促起来。我加班，黑天白夜的加班，给他钱，就是叫他拿着我的钱，在什么乔总面前充当颜面，舔他人的臭脚。你说缺钱了，舍不得花钱，说我们日后怎么的，
可转眼就拿那存款买了4万块的领带送给了乔总，对我却是连换身好衣服都被嫌弃一番。什么就你那身材，能衬得起吗？这领带不是给你的。我学着他的话重复着，那是我老板顶头上司，人家都送礼，我也送一送，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比人家升职快的？我扫他脸，开他手机微信小号，翻看到了没来得及删除的对话。乔总，我看您穿的西装，感觉这个领带特别配您。乔总，这是我得心意。那乔总给他什么？我不晓得，但是他真的是真金白银的给那乔总花钱。再翻看，突然来了红点最新消息，是他密友的，问道：你和乔总怎么样了？乔总不差钱，但是你又不能太没格调。我点进去一看，有对乔总的少妇心事。乔总8块腹肌，他今天对我笑了，害羞，还有贬低我浑身臭，睡在一起像一头猪，每一句指责都暗戳戳抬高了乔总。我好像在他眼里一无是处。再往上翻，他怎么跟乔总比？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我就是叫那乔总看着够不到，心痒难耐。乔总欣赏有能力的女人，还总是说我最羡慕曹贼了。你看我这结了婚，他不就慢慢看到了我吗？要是我跟那群刚出校门的实习生比，那有优势。我给你讲，我就是不花乔总他的钱，他才发现我跟那些冲他钱去的女人不一样。要真这么差劲，干嘛跟我结婚？你说王川啊，他就是一头猪，我的提款机就当上班喽，有钱拿，冲他笑笑，又不会掉块肉，就是挺恶心的。不过说实话，他以前还是够看的，但是现在怎么看怎么嫌弃。不过好在他天天加班，我又哄他一哄，他就傻乎乎信了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才不选他呢。我咬着牙，硬是睁大了眼，仔仔细细看着我的自尊。男人的骨头都在他的一句句中踩得稀碎。许静雅在哀求，哭着不要看的哀求，我的心在滴血，一字一句都在嘲讽我。他们扑面而来，不住撕扯咬噬我的骨肉。我僵硬着，低头看他吓得尿了一滩水，湿漉漉的骚臭味。我呵呵地笑起来，稀碎又清晰。一头猪，我就是你挑的傻子。ATM 机消费里，他还硬是要图人设，同人 AA 了。他对乔总说，我不是图你的钱，我有钱。但是他拿着吃过饭的剩菜，做出一副贤妻良母样子，回来丢给我，说吃完饭想着我，给我带来的。那剩饭剩菜可不就是喂猪吗？怪我傻，真当他时时刻刻想着我这个老公。许静雅，你骗婚啊？许静雅，你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啊？许静雅整个人都乱了，肉眼可见的绝望。对着这绝望，听着不要打，放过我的哀求。我只在浑身出了汗后，再度温柔起来。我摸他脸，送一送，松一松，可不就是比人家快？我又抱着许静雅，压住恶心，同她深情说：阿雅，老婆，我是爱你的，我只是太生气了。我们不离婚，不离婚，要离婚，我们就一起去死。后面那句话被我特意压低了声调，像是阴森的鬼怪。怀里被箍紧的他在小幅度的颤抖，那薄薄的衣料明显的呼吸一停，又变得急促，身体的抖动骤然变大。他开始崩溃般突然嚎啕起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也是爱你的。我看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安家和做的真的很好。他的嚎啕里是巨大的恐惧，迫不及待的逃离。此时这个和他的家都是他迫切要逃离的，甚至想改头换面，彻彻底底的脱离。我说，乖一点，我会对你很好，很温柔，抚摸他的头发，他的脸颊，
就像在感受那些他在黑暗里、视频里与其他人的恶心。我闭上眼抱着他，他颤抖，瑟瑟惊恐。女职员和上司搞一起，远比不上丈夫为高升，把老婆送上某老板的床来的劲爆。他在顶着红肿的巴掌脸骂我家暴，陈述下他的委屈与迫不得已。那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全是我在背后作恶的缘故了。看着网上突兀的曝光恶名，我微笑，总算是让许静雅入套了。我给他看了看乔总的回馈，比如某些项目、奖金，又似乎真的爱他，怕他走了，便拿出乔总背后的面目视频。吃惯了山珍海味，总想尝点野菜嘛。你说，给你白嫖，又给你花钱的，你要不要？你可真是荤素不忌。不，你没看一炮后，他温柔小意，对我对公司都更上心了。还有，他很得劲儿的，放得开，有些事你知道的，公司得需要自己人，我就哄哄他，他不就在背后帮我了？老婆，不是那许静雅学的财会，公司什么地方用财会，还要自己人，可真是吃人不吐骨头。老婆，乔总是玩弄你，我是爱你，你就安下心，好好同我过一辈子吧。一辈子就像个魔咒。张总的视频确实好用，乔总的玩弄，对于自以为是将人抓住的、迷恋他的心上人背叛，那份愤怒将许静雅大脑仅有的智商冲击的所剩不多。她惶悚不安，我精心照顾她的时候，望着她的肚子，似遗憾地旁敲侧击了句：你要怀了乔总的孩子，他指不定就多赔偿呢。她的焦躁在那句话入耳的瞬间顿住，顷刻消失，眼里游移，渐渐发狠，变成坚定。不想怀孕，只是想怀的对象不是我罢了。望他竖起的耳朵，贪婪的眼神，我格外清晰地明白，他只是想攀高枝。若是怀了孕，有了孩子的他，很难摆脱我，也难再开始新的生活。累赘、后患、麻烦，他的算计倒是救了我。许静雅打着帮我的名义，还没离婚，就办跟乔总住一起，好比多了个不可言说的贴身秘书职位。他扎破避孕套，特意拿着怀孕单寻找到乔总时，玩物的情趣就变了味。逼宫上位，他此时仿佛善妒的上司夫人，盯得紧，使得乔总生了厌烦。我的侧击使得他终于出了昏招。网上恶意铺天盖地的时候，工作被迫暂停，我被张总邀请到了家里。他自是懂我，那乔总真不是个东西。我又醉了酒，嚎啕着我要刀了那奸夫淫妇，贱人，不要脸！我才不是什么乌龟绿王八！我佯装着推开了他人，踉跄着四处找刀。张总很虚伪，小王啊，你这就过了，你那什么跟乔总比？女人对他而言，挥挥手就来了。他离着好几步远，要扶我，但是脚纹丝未动。我像个酒蒙子，冲出了屋子，将一切抛掷在后面，冲着跑着晃荡着，直到背后遥遥远远看不清楚了。我猛然收了表情，脸上哪有一丝醉意，冷眼看着后面在黑暗中越发灯壁辉煌的豪宅，摸了摸口袋的录音，轻笑着：你们都小看我了，小看底层蝼蚁的能量了，任人宰割，工具不，这是穷人的生存法则。这段时间我在许静雅面前装的阴晴不定，在乔总面前装的卑躬屈膝，在张总面前郁郁愤世嫉俗。如何让乔总以为是仙人跳，让张总和他对起来，让许静雅搅风搅水，女职员与上司搞在一起。呵呵，我特意放了家暴许静雅的监控视频作为头程。乔总名誉的事由我在前面担着，谄媚的狗腿子便是我。乔总的名誉岌岌可危，
公司也陷入了困境。我将连日来张总背后的推手全然呈现到了乔总面前，于他面前谄媚至极。你看啊，乔总，张总这是想算计您呢，他是多疑的，但抵不住。我成日里表现的为钱是爹，有奶是娘，老婆算个屁，能供给他乔总是我的荣幸。污名泼我身上极好，他乔总依旧干净。他赞许地看着我，就像一条忠心耿耿的狗，乃至他睡我女人都是我的荣耀。期间我抽空咨询了司机兄弟给我的离婚律师名片，详细咨询了一番。那司机有所耳闻，便格外上心了些。哥们，某某酒店807房间，哥们，某某酒店506房间，图文并茂，他的同情便多了起来。看我的头顶显得格外绿，我微笑，选择保存，这都是免费的侦探也得不来的证据。另一方面，内奸吗？他想我在张总那得更多的权，那自然会放水于张总那，便是我的愤怒，全心全意为公司，还狠狠夺走了乔总看上的几件工程。在这些成就下，他一面遗憾，一面又越发看重自得。说来简单，可也不过是3个月的时间。我时时刻刻紧绷着神经，揣摩他们的心思，犹如走在钢丝上，行差一步便是万劫不复。斗争在尾声的时候，我决然把双方的证据互相捅了。先是张总焦头烂额，乔总意气风发，想让我出刀子。在情绪上头蹲进去的张总，自然也会在潜意识中用这些黑色的手段去处理。我乘机救了乔总，又安抚了乔总，去张总那效忠。我恨乔总，这是真的，不用演。几个月的压抑爆发了，我绝对是张总的刀子，他自然信我，谁都会叛变，但我这个忠心耿耿、有深仇大恨的不会。他的一部分交到了我手，忠心真是个很傻逼的东西，利用玩弄了我，还向我要忠心。乔总志得意满的时候，他送了我女人，还借着我宠幸了许静雅。此时许静雅与我就貌似古代后宫的妃子与大太监总管，全是勾连，情色交易，利益结合。然而可能吗？我在他最得意的时候，利用张总的人脉和东西，将最佳的利器还给了张总。现在张总请出手吧。虽然他张总蹲进去了，但是张总还是有手下的，让他们2个内斗起矛盾纷争。我资料给了他们公司对家，这些给真正能搞事的才叫伤筋动骨。商场上的战争就不是短短几十万了，是几百万、几千万的款，而他们有多少个几千万随意挥洒？除了他们，这个行业伺机而动的鲨鱼有多少呢？撕咬，一无所知的许静雅也在乔总的风雨中重新恢复了胆战心惊。依附他人的，总会在高枝断裂的时候随之一同坠地。他害怕，他捧着肚子惊慌不安。他又求道：大川，我该怎么办？他哀切看着我的眼神再度深情至极。大川，我只有你了。我指了指他的肚子，说：那这个孽种怎么办？他愣住。孽种？此前我比谁都精心伺候他肚子里的宝贝，可只是一个眨眼，他就知情识趣起来。你不喜欢，我就打掉他。我还能生，我们还有下一个，我们离婚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拖了许久的爱和许久的不离婚，此时终于来了。此时就像好久前他眼中的乔总，钱能改变人，使人贵气而高人一等。大川，他不可置信，他慌了，恍惚着：你不是爱我吗？你不是不舍得离婚吗？那些疑问我没必要同他解答，我撵走了他，送他同乔总作伴。
还把完整版证据全然放了出来。网络送老婆给上司的事件迎来了反转，婚内出轨，拿我的钱给别人用，网络造谣，网暴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我有各种证据，哪怕打他家里的监控，可是有无剪辑的前后多种。我说话是收敛而顾忌的，可他从攀上乔总后，自以为是乔总的夫人，哪里还看得上我？这些明晃晃的不道德、刺耳的话都有了实质。事后，许静雅蹲了局子，直到此时，乔总知道了是我搞鬼，可他才威胁没多久，也陪着进宫了。怕许静雅待得短了，那财务上套他名字的某些事情就随之后续大了。有我的推波助澜，友情提供，自然鸳鸯啊鸳鸯，作为野鸳鸯，当然得成双成对，整整齐齐。幸好我离婚了，不用离婚冷静期，诉讼的证据挺齐全。拎着行李，我打了回家的电话：“妈，是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还有，您给我介绍个对象吧。”我妈愣了下，说：“中，那些事闹得脚风脚雨，但是我们呢，还是很安静，几乎都是老人，有了那么多钱。我想躺平一下，番外篇某个神人传。”我正躺在椅子上刷手机，我新娶的小老婆拿着那个连载的真人故事看我，我瞧她乐得开心，我也跟着看了一眼，再一看，对比了手机上，那不是我司机哥们吗？怎么他开始网上文学创作了？投一笔打赏吧。读着，好像有点不太对，再往后翻，捉奸、离婚，有图有真相，有人证。他瞅着我一眼，鼻子哼了声：“我们公司聚会你就别添乱了，谁会带家属？敢！我是保安，看见这女的经常跟另一个去酒店，还以为他们是一对呢。我是某某，我同你说啊，我认识那个脚风脚雨，让2个企业干完蛋的神人，他还坐过我的车。我兄弟，他有钱有貌的，咋就被个渣女伤透了？那女的克夫啊，你看看，他跟我兄弟出不了头，他跟那老板破产进去了，如今我兄弟甩了他，一下子就当老板了。感情我成传说了啊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